2016年，在某个偶像的贴吧里，上万人群情激愤，他们所在的 QQ 群里也议论纷纷。而争论的焦点是 K 吧吧主将大家用来购买这个偶像唱片的上千万人民币卷款跑路。愤怒的网友扒出这个吧主的真实姓名后，发现这个叫魔悠悠的女人早在3年前就靠此中饱私囊。事局爆出后，更多人疑问的是，买个唱片为什么还要上万人集资？原来贴吧里大伙喜爱的并不是国内的某位明星，而是当时日本第一国民女团里的一位成员。之所以能够撬动如此的金额，是因为几年前一个女人的逆袭打响了平成偶像战国时代长达3年的著名鏖战——王道偶像与邪道偶像的正邪之战。大家好，我是子美，欢迎收看本期《昭和美人传》。上期我们讲述了逆天偶像指原莉乃因为被曝恋爱、发配边疆、职业生涯基本宣告结束的情况下，调动一切的努力，盘活了这个远离本部的偶像团队，一口气奶了30多个初中小偶像，在可以坐下1万人的东京武道馆狠狠地露了一手。他们第一次的演唱会大获成功，而第二天在4个姐妹团正式交锋的联合演唱会上 ，HKT 的妹子们屏气凝神地等待着突然到达现场的 AKB 支配人呼贺崎智信宣布他们未来的命运。现在开始发表 AKB48 春季人事异动，发表到最新的兼职成员叫到了 HKT 的某位少女，而玉瑶兼任 AKB48 Kim A， 而关键的是下一个人的名字 HKT48 指原莉乃。叫到指原的名字，大家开始紧张起来。不要啊，不是要回到 AKB 吧？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绝望的表情。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指原莉乃兼任 HKT48 剧场支配人，接下来与尾崎支配人一起实行双支配人体制，现场轰然大笑，手捂着嘴的指原直接瘫倒在地面。支配人，剧场支配人，大家可以理解成幕后运营头子。由于 HKT 小孩子占多数，指原作为纽带，经常会替成员跟大人说话。总部认为这是 HKT 越来越好的原因，而指原也是继 AKB 总监督高桥南，同时以现役成员身份兼职运营职位的第2人。因为恋爱丑闻而跌入谷底的指原，完美的靠自己实现逆转。有时命运像个玩笑，他总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馈赠那些最认真对待他的人。2013年6月，第5届 AKB 总选举的日子如期到来，日产体育馆里上万人像是参加国会选举一样，期待着自己的偶像究竟可以排到什么位置。而粉丝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型：首推、二推、单推、相推以及滴滴。总选举这个形式诞生之初，是为了应对人数逐渐变多的 AKB 新取成员站位问题的策划。粉丝们靠购买附有投票券的 CD 或者成为俱乐部成员等等的方式，真金白银的对成员进行应援排名。以第5届的规则为例，圈内入席名额为64个，排名在第49到64名的成员被称为 First Girl，33名到第48名被称为 Next Girl，17名到32名被称为 Under Girl。以上成员参加附加曲的选拔，每个顺位的第1名担任 Center， 而前16名被称为选拔组，进入主打歌的录制与宣传。第1名担任此单 Center。可以说，总选举的排名不仅意味着粉丝对自己1年努力的认可，而且决定未来1年的发展。所以对于粉丝和偶像而言，总选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6月8日，39名成员来到选拔现场。HKT 去年只有1位成员入席，指原看着这个舞台中央，今年自己的崽子们会有几个进圈呢？1年前他就是在这里，从第9名杀到第4名，却一下子掉入深渊。在主持人的报名声当中，他不会忘记当时网上与握手会上的谩骂，他不会忘记明明那么努力让大家开心的自己，连个男同学独自合影不会注意的自己，会被文春灯仔光着身体在男人身上那么恶心的照片。那个人明明不是自己，他不会忘记一直支持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悲伤的眼神和那个绝望暴瘦的自己。他想要离开，反正自己还小，换条路也可以，但命运还是给了他一次选择。他相信自己没有选错，坐上开往福冈的火车时就没想过要回去。既然来了，我就必须要让他们变成最强。HKT 的妹子们在惊讶中发现他们已经有5名成员入席了，而在将要念到第2名时，指原的名字仍未被念到。指原心想，难道自己被踹出去了？在台上够格进入 TOP 2的只有那1个人了。另一边的大岛优子紧握双手祈祷，上次才拿了第1，马上就要毕业了，怎么能让他赢了自己呢？如果是他的话，绝對不行。AKB48 第1位に輝きましたのは最終獲得票数15万飛び570票 HKT48 Team H 指原莉乃。 HKT48 劇場支配人指原莉乃が本年度挑戦いたしました。全场的烟花响起，电视机前主持人在后台的前田敦子，选举上的其他成员包括指原都傻了。指原一脸懵逼的来到舞台中央，
但这个从深渊逆袭回来的第一，除了粉丝和 HKT 的妹子们，没有一个人真心祝福。萨西的夺冠感想发表到一半就被打断，草草的给了奖杯，也没让坐上象征冠军的宝座。而对于拼搏1年的指原，主持人缺乏起码的尊重，解说过程充满嘲讽，唠逼嗑撑了一下广告时间，把指原应付到巡游车上，然后就宣布结束了。有一说一，虽然我不讨厌优子，但作为前辈，他的发言确实很小家子气。这么搞笑的选举还是第一次呀！本来说这届希望后辈可以把自己当成跳板，但期望的人有点不一样啊。以后 AKB 会变成什么样滑稽的组合呢？不仅如此，也在看直播的电视台主持人还一直嘲讽道：搞错了吧？让个搞综艺的变成第一？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背景，此时正值 AKB 原世代交替，次世代的成员还很难扛起前辈的荣光。前王牌成员先帝前田敦子去年毕业后，将领头的旗帜指定给同届的大岛优子，但优子也是毕业心切，去年在夺冠现场指名渡边麻友为下一届，但这其实很不地道，大家的排名都是各家粉丝选出来的，你这当众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呀？而这届本想着让自己作为跳板扶麻友上台，然后安安心心的做演员，谁能想到去年还因为丑闻出走的废柴，居然以非本部的身份战胜了天才的自己。好事的媒体也将此事定为指原之乱，出现在各大头条，将指原塑造成大魔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之前大家都瞧不起的废物指原，没人对他有什么期待，而真正靠自己得到认可以后，却变成很多 AKB 粉丝们的公敌。正如 AKB 是日本社会的统购，大家喜欢下课上，喜欢逆袭，喜欢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但大家本能接受的是本就是天鹅的丑小鸭的故事。就像是一直学习不好的学生，大家都觉得他是坏学生，不愿意接触，但突然有一天他考到了班里第一，虽然一部分人知道他付出了什么，但大多数人只会觉得是他作弊了。这就是人性中的另一面。大家可以接受天赋异禀仍努力奋斗的大岛优子夺冠，大家可以接受入坑实验渡边麻友夺冠，而偏偏看起来平凡到差劲的指原则毫不留情的打压。夺冠的那一天，其他人慢慢散场，画面里孤独的指原站在巡游车上，观众席不是冠军的欢呼，而是一片黑暗。而就在下一年，大家期待的故事好像又恢复了正常。第一名 AKB48，渡边麻友。这一天下起了倾盆大雨，风雨让露天选拔舞台上穿着裙子的成员们冻得发抖。这一天的指原，我相信对于他来说，快要结束的每一秒都是对身心的折磨。2014年总选举现场，被大家认定为邪道的指原，被捧为王道的渡边麻友，以14000票打败，位居第2。未知数体育馆7万枚荧光棒集体为麻友友打 call。这个连续5年都在神奇的位置服役多年的女孩，终于得到认可了。连续3年为 AKB48总选举担任评论的335说道：“本届最值得关注的是一直未能夺冠的渡边麻友。个人愿望的话，希望渡边麻友获得第一。他的愿望实现了，一直关注 AKB 老粉们也开心了。麻友友在发言中没有任何人打扰，还为其披上首次登场的女王披肩。优子上台献花祝贺，镜头一直刻意的转向不甘的指原。麻友在大雨里众人的掌声中坐上女王宝座。果然指原还是无法洗刷自己的错误，就他那不可爱的外表和不知好歹的野心，就会有无数人讨厌他。无数媒体欢呼王道战胜邪道，评论家中森明夫甚至用不是形容对手胜负的打败，而是使用像是要驱散病毒的指原退治这样的重词。漫画家小林善范在博客上说：“我讨厌指原。”故事又变成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勇者打败了恶龙，而这条大家认为的恶龙又岂能善罢甘休？指原2014年写下的自传开篇讲述的正是这个时期。一觉醒来没有连冠，真的太好了。今年的总选举，我听到了很多打倒指原的声音，无论是阿酱还是优子酱，都没有说过我要2连霸。因为去年站在了中心的位置，我想这是我的使命。为了48俱乐部，我必须承担对我的厌恶，因为这样才会让总选举变得更加引人瞩目，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当时确实非常遗憾，感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但下了台，等待我的是我的伙伴塔卡米娜桑。指原这一年辛苦了。米酱、萨西为俱乐部付出太多了，还有 HKT 的孩子们，原来有理解我的人。我哭了很久，但仔细一想，我的人生好像总是充满了从危机到逆转的故事。没有连霸真的太好了，上升的高度太高，变成绝对王者是很难应对的。如果考虑到未来故事里有挫折的一面，应该会更有意思。人生也是这样，一帆风顺会失去为其加油的动力，挫折是一种幸福，虽然应该更遗憾一点，但我需要一个机会。我想我的人生需要危机，正是危机的到来才能实现逆转。俗话说，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一生的高度，经得起多少诋毁，就担得起多少赞美。而讲述指原认知思路的这本自传，正如后面的故事一样，名为《
逆转力。他在第2名的发言说道：“すごく悔しいです。AKB はそんなに簡単な場所じゃないです。”其实，当我们打开上帝视角，总选举作为粉丝用花钱来衡量偶像努力程度的排行，马友夺冠很大程度上是来自 AKB 毕业前辈的老粉以及我国粉丝的助力。据悉，这次被称为中华炮的我国粉丝在渡边马友吧里集资180万人民币，贡献了决定性的35000票。不得不佩服马友友入坑神颜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但从整体来看，会发现指原的战况依然乐观。这一届 HKT 其他成员恭协孝良从26名杀入11名，而玉瑶从37名干到21名。上次未入选的森保原这次进入25名，55名的朝场美英进入27名，田岛芽乐进入38名，还有队长血井千寻、多田爱佳、本村碧唯、木本花英、坂口梨子、松冈菜斋、小毛子村重幸奈、菊田京佳。由此，除指原以外 ，HKT 的成员由去年的5人涨到今年的13人入选，主推成员进入选举第2梯队。指原作为大姐头依然票数不足。而之所以 HKT 可以实现大跃进，是因为 AKB 主体的影响力其实主要限于首都圈，而对于其他地方的影响力则颇为有限。所以大家自嘲 AKB 的影响是村内自嗨。指原的打法显然不是固守水晶，而是组团开疆拓土，大力推行本土化策略，挑战九州市场。之所以13年指原爆冷夺冠，大家讽刺指原钓到了石油王子，大分县长挪用公款。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综艺里同事务所的前辈反复提及的一记丑闻，本质上是帮指原造梗娱乐，用娱乐的方式消解负面影响。所以在某次调查中，选择原谅指原的人数超过90%，再加上绯闻让指原的粉丝留下的大多都是女儿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35岁到45岁的大叔，这些最有经济实力的人群。并且作为大分形象大使，指原也获得了家乡父老的鼎力支持。指原经常去的拉面店的老夫妇，为了指原投票，买了人生第1张 CD。老太太说，他经常来给我们唱歌跳舞，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呀。而 HKT 的破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综艺。上期讲过了 HKT 专属节目《哈卡塔百货店》，里面对妹子们的重视培养多于搞节目效果，像是为队长千寻找到的废柴队长和蔡金美 BOSS 人设迅速让观众接受。在13年48期的番剧里收视率高居第2，连带着 HKT 首张单曲以25万的销量获得周榜冠军。指原用自己的热度打开了崽子们的知名度，喜欢他们的粉丝多少都会反哺回报一下恩人指原。再加上夺得爆冷的第1后，等候多时的邱元康为他投下了最高规格的盛大宣传，推出神曲《恋爱幸运曲奇》，出演各种活动。所以指原包括粉丝们都对于14年的选举都过于乐观了，而中华炮的一击又过于猛烈，才让马友友得到了第1的位置。第2位的指原知道必须更加深入的推行破圈策略。虽然自己不是完美偶像，但他知道偶像宅们喜欢什么，而他自己只要打造出来，让粉丝们知道就可以了。所以在14年惨败马友以后，HKT 继9州巡演、剧场巡演以后，决定举办11地全国巡演，命名为 HKT48，日本尚未统一全国巡演。足迹更是走过了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实操层面依然采取武道馆演出的思路，在成员擅长的方面下手，并且用粉丝的眼光去思考。在 C 位成员的选择上，指原不会只推人气成员，而是尽量轮流做章。比如巡演到这个成员的家乡时，会给予这个成员 solo 的机会，让粉丝们有一种找到了的感觉。正如练习生时期，指原并不会仅让自己出头，反而觉得大家好我才能好。推不是改变什么东西，而是会增加什么东西。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中间战斗，这才是强大的组合。我想培养更多人，只有一个人是第一是不行的。我想要 HKT48，大家一起变成第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常保守的日本职场里，指原是如何说服那些大人们同意那些大胆的策划的呢？除了指原平常的好人缘和喜欢存储他人好感度以外，在交报告书时，他会故意整一个绝对不能实现的策划，然后把真正想实现的东西放在里面。但如果还是说，你这个不能实现，指原会马上让步，假装思考，回去修改，然后再完善，绝不与对方纠缠。所以像是舞台上唱松田圣子山沟百惠的歌曲，或者演出被恐龙吃掉，还是一些擦边短剧，都得到了实现。综艺方面推出哈卡塔百货店第2季，以及 HKT no Dekake 节目里几名成员会去某些地方做活动，类似于 vlog， 满满的节目效果给 HKT 妹子们更大的活动空间。比如某期小毛子大早上突袭千寻的房间，发现房间里满满的啤酒瓶子，还有几十万日元的现金、露男人屁股的写真以及一条钉子裤。可爱的是小毛子看到以后瞬间把钉子裤藏了起来，怕被摄像机拍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是被反恶搞了。再比如说太子在节目里爆料洗澡时发现指原原来真的是平乳啊。有一说一，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在一众很尬的 AKB 节目里，这个确实是我为数不多可以看下去的综艺。而本土战略有件事值得一说，众所周知，棒球一直是日本很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在2012年 HKT 成立差不多1年的时候，因为 HKT 粉丝现场应援礼仪的问题，遭到了本地福冈极具影响力老鹰队球迷的抵制。
而到了2014年，口碑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前老鹰队成员的棒球解说员若田不一担任解说，女儿 HKT 成员若田不遥担任报道的策划开始了。大家都说若田不每一次报道老鹰队都会赢，在10次的报道中，老鹰队8胜1负1平，球迷们开始称她为胜利女神。HKT 的不断前进，直至年底击败乃木坂，登上第65届 NHK 红白歌会。虽然之前已经登过几次了，但这次不是以 AKB 俱乐部的伴舞身份，而是专属于 HKT48 的单独演出。要么说是亲妈呢，这么好的机会 ，HKT 的成员们基本都上台了，而且还是开场舞蹈，可见当时 HKT 的火爆程度。15年的选举又如期而至，指原的粉丝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早在3月份就发起了总动员。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指原以19万4千票重回第一。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票数并不是指粉丝一共花了这么多钱，以人民币的汇率，一张票按买 CD 或者是手机会员来讲，50元到100元不等。这一年也是中华炮最猛烈的一年。第2名的天气姐姐百慕游记的贴吧粉丝第一次参与战斗，集资200万人民币，为游记贡献了3.8万票。而贴吧粉丝发现中华炮的威力是在指原登上总选第4的那一年。2012年，指原把仅集资500票，但最后凭借300票之差登上第4，击败原成员玛丽子大人。由于指原粉年龄偏大，所以在贴吧里集资应援，无论是专业度还是保密度，都是业界楷模。但也正是如此，贴吧里的氛围与充满新鲜血液的马友友吧不一样，整体更沉闷了些。贴吧里一些灌水的帖子，吧务一般都会删除，所以起初指原吧只照顾核心粉丝，对于边缘粉丝不太重视，直到2014年被狠狠的打脸。马友友吧里的玩法有点幼稚，通过抹黑和苦情戏，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法煽动粉丝消费。在得益于马友友身为 AKB 的成员，加上无可争议的入坑神颜，粉丝对于指原吧来说是碾压级的数量。而在15年这一届，双方都迭代了新的玩法。结合指原吧鼓动核心粉丝多出资，以及指原吧转化新粉丝出资，各大贴吧完成了行动指南的确立。所以百慕吧的第一炮才如此猛烈，而指原吧的粉丝也吸取了教训，不能将大头很松散的分票给其他成员，再加上指原的破圈策略而增加的本土票数，所以这次指原获得了破纪录的19万票。其实说实话，总选到了后面，其实更凸显其丑陋本质，这就是个玩人性和金钱的游戏。AKS 的推波助澜更让大家看到其无限突破的下限。后面的资本知道这些，粉丝知道这些，偶像也知道这些，但身处其中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世界。偶像的美好，正如我往期节目所说，镁光灯下的璀璨闪耀是需要承担背后残酷黑暗的。在 HKT 第一首单曲 MV 封面拍摄的时候 ，C 位本来是儿玉瑶和牙流，但在拍摄之前，工作人员让后排的美英和儿玉瑶换位置。儿玉瑶当然很伤心，跟同样靠边站的小樱花在酒店哭了一宿。指原获得总选第一，大家来庆祝的时候，指原为一种反向惊喜的方式发表了下一首单曲的发售通知。一期生心里咯噔了一下，又要有2期生入选了吧？中西智代梨说，在巡回的巴士上给我们发了歌单，在新曲子人员表里有几个名字前面画了圈，但我的名字没有。啊，怎么回事？然后看了旁边的森保元，他的名字被圈起来了。元，你的名字？森保元很尴尬地说，这是下次单曲。啊，你知道？3年前就知道了。当时听完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一直在巴士里面哭。这是指原必须给他们上的一课。作为支配人，他必须要考虑全体的发展，但他也会心软，单独给志代理打电话安慰他。后来志代理理解了，这是那次才理解工作的重要性，以及那些一直都没有被选拔的孩子们的心情。但指原呢？他10几岁只身来到东京，又有谁会选择他呢？在第一次总选举时，前21名可以进入选拔组，可以得到运营的青睐，而他的结果是1170票，位居第27位。我永远也进不了选拔组了。他在后台哭了2个多小时，他不知道第一次选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他只能自己找出路，然后继续努力。他选择了没人瞧得上的综艺路线，跳泥坑，大街上用鼻子吹气球，受到大佬的冷眼和欺负，一点点的成长，终于迎来了光明，但一下子又清零。在那晚的电台里，球员刚跟他说，去做出自己的贡献吧。这一次的事情，身为偶像是不能回避的。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没有出路是不存在的，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活路的。本来已经绝望的指原听到了我这句话，脑子里大概是在高速运转，看他松了一口气，还不错吧？看着这样的指原，我就相信他可以重新振作。他就是这样的人，居然反而能让别人从他身上得到勇气。指原本可以通过这个丑闻直接转型综艺，但他依然以偶像的身份抓住了这个不体面的机会。他想要报恩，想要感谢邱元康当年给自己做偶像的机会，他想要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他能够做到的就是更多的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他知道粉丝应援偶像都是花着钱的。所以当听到19万的票数后，他吓得浑身颤抖。他真的想要获得大家的认可。AKB に入ってなかなかセンターになれない私はどうやったらセンターになれるんだろう。ずっと考えていました。どうやったら前田敦子さんや大島優子さんのようになれるのか。
考えたけどなれ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開き直りました。私は指原莉乃をやり通そう、そう決めました。私はブスで貧乳でいいところは本当に少ないです。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決まりのセリフ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いところのない私は開き直って2年前1位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でもその1位はスキャンダルからの大逆転、 HKT48 の立役者 AKB のストーリーに支えられての1位だとずっ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いつか私もみんなみたいに指原莉乃として評価されたい、そう思っていました。 AKB グループには可愛い子がたくさんいます。今年はこんなに自分に自信のない指原が1位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全国の自分に自信のない皆さん、私のようにいじめられて引きこもりになって親に迷惑をたくさんかけてしまった皆さん、日の当たっていない皆さん、私はもう一度1位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奇跡の1回ではなく、自分が1年頑張ってきたことを評価されての1位だと信じ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は落ちこぼれです。選ばれた人間ではありません。全国の落ちこぼれの皆さん、私の1位をどうか自信に変えてください。但随着邱元康的边缘化，京乐逐步长手 AKS， 这个一直给人勇气的偶像一下子变成了大家的敌人。选举时总感觉是指原 VS 整个 AKB， 在 HKT 刚培养好的人气成员也都被移籍到别的团队，这让一路看到这里的大家如何接受呢？人性中有他重视外表与强权的一面，但优秀的偶像总是能够激发人性中更深的力量。在指原吧分享2篇文章，分别是日本和我国的粉丝写的。日本的一位保育员本来想着是在握手会上跟萨西说的，我的学生大多都是小学生和中学生，大概2年前没事的时候就会给他们提 AKB 的事儿。当时即使说了指原莉乃，什么也不懂的小学生也会问他是谁呀？而这1年提到指原，大家说都认识他。当时并没有跟他们说总选举这个事儿。大概1周前，有个孩子跟我说，他的零用钱不够买 CD， 想要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凑钱买一张，说要给指原投票。我说，哎，为什么？投给其他人也可以呀。他说，因为指原最努力了嘛。在我做了保育员工作以后，对孩子们诚实到残酷的一面多少有点了解，所以 Sashi 能够将努力的力量传达给不会说谎的小孩子，真了不起啊！被称为可爱和憧憬是偶像，但被称为有趣和努力的偶像也会被人喜欢的。在刊登速报的时候 ，Sashi 排到了第2，孩子们围着我说：“老师，你昨天哭了吗？”我当时鼓励他们，那只是速报而已嘛。因为我想把工作和私事分开，所以在学生面前一直都挺回避这个事儿的。这个是要花钱的，大家在电视前应援就可以了。但孩子们好像不能接受，回家还找他们的妈妈说。当时是考试时期，我接到了家长电话后吓了一跳，但家长说除了 CD 以外，还有别的投票方式可以教教我吗？啊，不，那个是要花钱的，有这份心意就可以了。对不起，跟孩子说了这样的事儿，没关系的。说实话，不仅女儿很生气，我也无法接受这个名次呢。我也是有兴趣，所以想投个票。当时心想，小孩子连那个艳照的含义都无法理解，照片上的2个人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并且被那个偶像的努力所动容。更难得的是，即使是能够理解含义的爸爸妈妈，也选择相信孩子正在应援的偶像。这也许就是萨西独有的魅力吧。另一篇是一个匿名的香港大叔，自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父辈的心态看他的。萨西小时候淘气会犯错，与其他非凡人的偶像相比，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很亲切，很容易令人亲近，会理解和包容他。看到他取得成绩，又深感骄傲。特别是移籍到 HKT 的那一年，承受了那么多的压力和冷眼，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浴火重生得到第1，觉得为他付出那么多也是值得的。在13年夺冠后，有写真和冠翻拍，还整了个正经电影。但是直到后面15年夺冠后，仅拍了个写真。近些年京乐全面掌管 AKS， 肥秋被边缘化，再加上收益近些年大幅度下滑，萨西逐渐变成了一个找话题的工具，挑事儿玩对立，连一个明确的地位也不给。AKB 的船在沉是铁一样的事实，粉丝大量流向板系，而 Sashi 对 AKB 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试问没了他 ，AKB 俱乐部还能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吗？总有一种力量不愿意承认他的偶像身份，希望重归正统系主导 AKB。高喊打倒和指原退治换来的却是更大的下滑，痛下决心重新挂帅。
但不料各方压力，最后只能重新回到踢新人的老路线。萨西无论取得多好的成绩，王牌 ACE 的称呼从来都不使在他的身上，就算拿到第一，评论都不把他当做偶像。13年本来是前田给优子献花，谁知道指原可以杀回来。14年优子的祝福是马友的，15年被献花的是一直尽心尽力的高桥南。就算他在综艺在后边的工作上做得多么出色，指原偶像的身份一直不被认可。但问题是，萨西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就必须抛弃偶像的执念，毕竟偶像不能做一世。萨西一直说自己内心强大，但留心观察，他依然缺少那份自信。在握手会上被人家说废柴，自己偷偷摸摸在后台哭。他只是受伤受多了，渐渐的把伤疤隐藏了起来。时间是有限的，一直保留村内人的身份会流失很多的机会。当然，他想留下来，应该也是为了那帮孩子们吧，哪怕再多一个也好，想把他们都推上来。都4年了，要离开他们是个很难的决定。最后我想说，今年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投票，我要从投票大队毕业了。对 AKS 已经完全失望，只懂得把萨西当做工具，就算再拿多少第一，对他都没多大用。但心里也非常希望萨西可以得到前认为达到的成绩，那就再战一次吧。既然要战，那就动用一切的资源，也必须拿到第一。正如大叔所说，在 AKB 的历史中，指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每一次都是出乎意料的成长。就因为与别人不一样，就总说萨西是邪道，但 AKB 本身诞生之初就是邪道。什么面对面偶像，什么小剧场演出，不过是一群村姑穿着显眼的小裙子搞擦边嘛。什么是偶像？在舞台上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连吃东西都只吃草莓蛋糕的16、17岁少女才是偶像。而事实不是如此，大家喜欢的是起初平凡到只有笑容，在指名 C 位时恐惧到大哭，再到成长为团队旗帜，在鳄鱼里哭着说出就算讨厌我也不要讨厌 AKB 的前田敦子，是身高与天赋都平平无奇，但凭努力从倒数拼到与天才同轨，哪怕仅有一点私人时间都愿意放在其他成员身上的总监督高桥南，喜欢的是抓住仅有的机会4天记住20首歌舞的唯一给舞伎生麻里子大人。但属于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指原作为 AKB 巅峰期从吊车尾杀入神期，唯一一个非本部成员拿下冠军的存在，在团队故事已经终章之时强行续写，而不是丢下马友和百慕独自面对这个伟大不掉的情况。萨西所承担的恶语所引发的话题，都是这个团队整体的故事。某个评论说道，指原的破局正是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里，大家更喜爱低俗的标志，相较于高高在上在下水道的东西更容易让大家接受。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偶像的世界充满了需要遵守的条条框框，以及面对现实的种种无奈。而真实世界里的我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势单力薄的我们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又何尝不是下水道生活的一只老鼠呢？在16年的选举前，排名的速报登载出来了，节目里安排指原查看新的名次，想要拍下他的反应。他看完后合上了电脑，眼泪流了下来。尽管粉丝们拼尽全力，但速报上指原仍是暂居第2。他在回去后的推特上说，因为我是大家的敌人，所以这个结果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今天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总之，在速报前为我投票的大家，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大家知道这场战争已经打响，指原的年龄离偶像之路的结束已在眼前，而这次连胜的对手不是速报第1的渡边麻友，而是这个世界。在开始真正的选举结束还有2周的时间，所有的粉丝开启了总动员，协调本土与海外的粉丝匿名为军师的宅旗发表了一篇公开信。你们不会已经忘却2年前的悔恨之情了吧？我们已经输了速报，被狠狠的打脸了。尽管如此，还没有觉醒的话，真的太麻木了。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速报后气氛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宅旗们的眼珠子颜色都变了。至少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很乐观。推特也好，各种论坛也好，请再回想一下2年前，你们还想重复历史吗？我再也不想整整1年再背负那么心酸的记忆。我不想用谎言来煽动你们。首先，我们真实的数据是被对手超出了5万票，但这个差距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我们也是落后了5万票，但2年前却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不是数字上的差距大小的问题，即使再大的差距，我们也可以逆转乾坤。我们去年证明了这一点，但如果疏忽大意，在差距不大的2年前，我们却输掉了。而且我说的落后5万票，其中1万以上的海外票已经被投入速报了，所以速报后的海外票差距其实没有5万票那么大。只要我们发挥去年的力量，就可以消除这些差距。看到萨西的推特，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满满的都表露他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的想法。我们早在1月份就制作了选举对策网站，东西都在上面。我不愿意用谎言来煽动你们，但宅旗们，这一点点的危机感就让你们怕了吗？我们绝对要赢，如果没有万众一心，何来的意志团结？根据双方各自卧底的探字帖表示，指原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因为15年马友从第1掉到了第3，马友巴里御林军各种催阵操作已经开始了，而上面中日粉丝写的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那个香港大叔也属于杀红了眼，他在这个期间正好公派到日本，工作结束在日本参加了缺席2年的老友足球赛。
并且给他们人手定制了一套新球衣，踢完后请他们吃饭，然后再人手给个注册会员用的3500日元的信封，希望大家可以赏脸帮忙投票。反正装钱的信封预备的很足，就拾起了指原的厚脸皮神功，还顺便问朋友太太或朋友们可不可以也帮忙，甚至旧相识都抓了出来。正如逆转力所说，好感度是可以积累的，基本没人拒绝。而贴吧里大家的预算也是一扩再扩，涨到了原先的7倍，但这些都是本来就有的粉丝拉紧裤腰带的下策。最终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来了，每个宅旗身边的人和手机总是有限的，贴吧里的大家悲观情绪再次蔓延，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办。而这一天，一个新帖子的发表，带大家看到了真正的逆转力。HKK 的儿语要发推表示对萨西梭哈，大家纷纷表示感谢，说以后会报答的。但哈鲁堂说：“谢谢，真的不用报答我，我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才给萨西投票的。”不仅如此，千寻、势利奈、奈子、小毛子的粉丝也发推投票支持。如果没有宅姐，我就不会认识千寻，咱姐必须连冠，连霸剑。指原作为最原教旨主义的早安饭头子，年轻的早安饭们也纷纷表示给前辈镇场子。因为经常上综艺，隔壁杰尼斯的粉丝也不甘示弱，甚至第一男团蓝的路人饭也表示马上就要跟我们蓝上节目了。那咱就是自家人，这边也是蓝饭路人，虽然投了31票，祝福很微小。我身边也有好多不犯开闭，但对纸子很有好感的蓝饭路人，相互聊着就干脆都去投票了，希望可以助纸子一臂之力。纸子加油！风阿南的咪推说，投票券到了，最近某吹实在欺人太甚，各种帽子扣得飞起。倒要看看究竟鹿死谁手。6月18日见。这次也一样投了51票，已经没能力再为纸子投更多票了。真心希望小纸子连霸成功。2016年6月18日 ，AKB 选举组选举现场，创业先皇前田敦子都未达到的成绩，将在此刻打开新的篇章。宅写指原里乃在3万人的见证下登基指皇。第1位の発表です。謹んで今年度のこの総選挙第1位を獲得いたしました方を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ず驚くべきは最終獲得票数24万3011票 HKT48 リーグ H 指原莉乃。2013年に初の1位に輝くも翌年は2位に陥落。しかし昨年再び首位を奪還し、今年ついに前人未到の連覇を達成です。大分出身の23歳指原莉乃が今新しい伝説を作りました。指原已超过马友7万票连冠总选，而开篇贴吧里大家所争论的事件也正是此时。14年第一，15年退位第3，而16年这次竟相差7万票。后在内部人员的爆料下，吧主魔悠悠早在3年前就开始做假账诈骗，将 CD 和赠品分开售卖。14年据悉还是小摊，因为马友夺冠，所以没太多人在意。而15年按照贴吧吧主对峙时透露，这年投票9.4万张，14年本土票是12.3万张，15年的总票数是16.5万张，减去本土票只剩下7万张了。马友在15年没有任何丑闻的情况下，莫名少了5万张本土票，大家不能接受。但在魔悠悠等吧务的强大洗脑和泼脏水之下，又让他们混过去了，并且把质疑的帖子通通删除封号处理。16年又玩起了10000元用户可以查看1000元用户的账，1000元用户可以查看100元用户的账的烂活，各种孤立和扣帽子，逼粉丝花钱。子美在查资料的时候，因为原帖都删了，我只能从友商的贴吧还有总结这个事的新闻里找资料。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大笔烂账，发出的收据和银行单据都是伪造的，3年所积累的金额高达上千万人民币，最后好像是不了了之了。饭圈里海景房的梗就是这个时候来的。但我们简单的计算一下，15年马友的粉丝也卯足了劲要连冠。假设魔悠悠所说的15年投了9.4万票，加上14年本土的12万，与指原这次的24.3万，也差着近3万票。指原依然是第一。17年指原3连冠25万票依然突破纪录，超越马友10万票。如果一定要按粉丝直接消费来给偶像定级的话，截止到平成结束，指原莉乃仍是毫无争议的平成第一女偶像。在我查资料的过程中，中文互联网上在讲述 AKB 总选举时，马友无论是第1、第2还是第3，文章里主角都是马友，而指原一直都是边角料。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主流媒体对于日美偶像都有一种简单迎合大众的倾向，这也是娱乐业的本质。有人一直强调指皇是玩综艺的，来显示他作为偶像的不配。主流会告诉你，像是偶像大神木村拓哉靠帅出道巅峰，但不会告诉你，在10年偶像冰河期里，木村拓哉在 SMAP 组合里也是靠综艺里扮小丑起家，遭人欺负长大的。主流会告诉你，元祖歌姬中森明菜因为渣男而自杀郁郁终身，不会告诉你他在90年代靠日剧重开，再返歌坛，跻身究极大物。而偶像团体呢，10年偶像冰河期的结束，开启了偶像战国时代，各种各样的偶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大多几年就宣布死亡。到指皇3连冠的2017年 ，AKB 已经坚守12年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制度创新，走在13、14年就逐步僵化。AKB 繁荣值本身就是贩卖成长。指原与其他成员票数差距越来越大，也证明 AKS 运营的拉胯。17年还让指皇兼任新团的支配人，既不愿意承认，又离不了他，这就是真实情况。昭和第一偶像山口百惠出道不温不火，靠擦边歌曲出圈，后爆出私生子的丑闻，被媒体反复提及博眼球。但百惠一直坚守着那一份对幸福的向往，怒怼媒体保护相依为命的母亲，和与经景健拍摄电视剧饰演父女，并在现实里真正建立起父亲一样的存在，填补了那一份缺失的父爱。在一多的舞女里，与男主三浦友和相伴至今，得到了那份家的温暖。直到21岁急流勇退，那个出生就是弃子的女孩，凭借自己为偶像这个词定义了那份终极的美好。而新时代的指原，小时被孤立，是偶像给他带来了希望。而面对现实，他一直坚守的那份对偶像的执着，对于选择他的人一直心怀感恩，对于那些同样怀有偶像梦的孩子们选择保护。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不仅用美色，而是用事业来确立自己女性的地位。截止到去年，他是3个团的制作人，制作人销量年度第5，日经圈力榜认知度远超新垣结衣。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结婚呢？他说，结婚只是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而工作也是可以带来幸福的呀。某杂志专访开玩笑地问指原，你难道不想成为港区大叔目标的那种类型吗？不，现在是独立女性才更有魅力的时代呢。2018年12月25日，指原在 HKT 的演唱会上宣布毕业，这一刻他感谢了很多人，感谢 HKT48 的经纪人和运营方，以后请多多关照成员们，请好好的听成员们的话，成员们都是赌上自己的人生来当偶像的。正因如此，希望你们能够认真聆听他们的心声，如果有人犯错，请直视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感谢邱元康老师，感谢您的栽培，我因为邱元康老师的歌词才爱上 AKB， 在我当制作人的时候，才更切身的感受到老师的厉害与伟大之处。最后感谢粉丝们，在我11年的偶像生涯中，感谢大家让我成为你们的 Lino 酱，谢谢大家一直守护着我。这11年我真的很快乐，我从未后悔过自己成为了一名偶像，虽然有过讨厌和放弃的想法，但我真的非常喜欢偶像的工作，真的谢谢大家。邱元康给指原的毕业赠言，我曾说过 AKB 就是高桥男，是因为有些笨拙的高桥男努力实现梦想的样子，是对 AKB 理念最好的诠释。现在可以说 AKB 就是指原李奶了。家里蹲的偶像粉丝少女一时兴起成为了顶级偶像，还担任制作人培养后辈。指原为什么能够扭转逆境成长到现在的呢？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我留意他总是哼着歌，哼的不仅是 AKB 的歌曲，还有当下他中意的偶像歌曲。无论是痛苦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快乐的时候，都是如此。对他来说，偶像就是一切。我喜欢的东西就要一直喜欢下去，这种单纯的想法正是支持他努力至今的动力。在2019年4月28日，3万人来到横滨体育馆，翟玉、双元、天气宅地方组都来到了现场。这个自2008年出道以来，经历了4076个日夜的逆天偶像，在平成年即将结束之际，身穿王者风和服登上舞台，大声呼喊 HKT48! Everybody! A lot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Hailing from world famous Hakata! These angels have come down to perform for you!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HKT48! HKT48! Come on! Are you ready?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指原莉乃です。今日はみんなで伝説作りましたー。3年
ミックスお願いします。はい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了。前2集大家的反馈都很热烈，所以本期的内容就一扩再扩，总想着把精彩的东西都让大家有所了解。所以当考虑全篇的节奏的时候，本期就无法完全的线性叙事了。希望我的叙事方法可以让大家喜欢。本期的字数也是我个人破纪录的14000字，在上期关注我的朋友终于破万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本期做完我马上就要开学了，这期子美依然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支持，让我赚一口可怜的吃饭钱。长视频的收益只看数据不看播放量。而且做起来极其费劲，甭管是点赞、3连、弹幕还是评论，都是为我的更新助力，谢谢各位。而下期呢，我相信大家看完纸人的内容以后一定不解气，所以我决定单开一个 AKB 专区，给大家完整的讲述一下偶像战国时代 AKB 这条大船是如何起航的。都说纸原是肥秋的弟子，而作为老师傅，如果说纸原的职业难度是1的话，球员坑的难度大概是1000左右。毕竟各位细寻思，开创性的打造面对面的偶像。建一个剧场得花多少钱？养这么多人得花多少钱？而账面盈利只有那几十个粉丝可怜的票钱，这东西是怎么玩下去的呢？还有马友友、天气姐姐以及原神妻们的故事，当我查了资料，每一个了解完都让我眼含热泪。所以这个专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第1期从谁开始讲。而《昭和美人传》的下一期，我们就续上小猫俱乐部解散以后的故事，讲述一下在偶像冰河期，工藤静香作为偶像是怎么杀出来的。那么我是子美，我们下期再见。